一些核废料的处理方式呢？第一个，当然你如果真的要开始做永久处理的话，第一个怎么样？你要看看能不能直接再浓缩再使用，这是第一个想法，对不对？所以说可以用的就可以再拿来用，不能用的就用处理。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国际上也不太允许我们做，为什么？你有办法把核废料里面的浓度提高，就代表说你有办法把核燃料的浓度提高变成核子弹。所以基本上这种浓缩的技术的话，没有，大概美国爸爸大概不准你做，大概我们到时候还是得要乖乖的受他们监督，或者说收进去他们做，然后做完之后再拿回来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基本上如果做浓缩处理完之后，后面的还是不能用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要把它丢掉了。那丢掉的话，有分成两大类，一个叫什么？就暂时性的，一个叫永久性的。现在的话，大部分都是在暂时性这一端，永久性的我们台湾还没开始做，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做这个东西，当然有人讲说台湾那个什么核废料到底怎么办？核废料那个经费都没有把它算进去。事实上，每个国家有定一个标准，说它每度电要抽多少钱来当那个什么核废料处理后端处理基金。美国这个国家是抽最低的，我看那个资料，美国抽多少？抽一度电抽0.1美分，意思一度电抽多少钱？0.03。如果说现在1块钱美金是30块台币的话，它一度电抽多少它不是1分哦，是0.1分美金是多少？1分美金是3角嘛，所以说它抽0.1分是收什么3角的，在0.3角，就0.003呐，0.03呐 ，OK 啦，0.03元，对不对？它一度电抽0.1，是大概全世界抽最少的。那当初台湾是依照它标准，不过已经比它多很多了，多了5倍了。所以台湾是抽多少？0.17啊。然后呢，所以说依照这样子的话，台电发表的数字是到2012年的话，总共已经有2331亿的后端基金，为了以后要处理。当然，相信我，不要以为这个钱就放在银行里面，这个钱已经被借去用哪边了哈。不过这个账目还在，其实国家要的不是现款了，国家要的是账目了。只要账目还在的话，他就可以到时候去给人家挪。不过这个应该就算是我们隐藏性的国债，应该是他已经把它借去盖什么东西，或是用掉了。不过就是有这个名目在，台电有2000多亿那个要处理。当然你也可以讲说2000多亿到底够不够，不知道。但是如果依照现在那种做法的话，应该是够。但是现在的做法是不是？等一下会讲说现在的做法，但是现在的做法是不是最好的？不知道啊。怎么做你知道吗？第一个。先存，因为呢，如果你去看它的半衰期的时候，大概40年，那就是说那个刚长出来的核废料的话，基本上它还是陆续会反应，它温度还是很高，然后辐射能力很强，所以你不会把它移出核能电厂你懂为什么？就直接放在什么样？放在一些什么样水池里面？这个水池就在核电厂里面。所以你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根那个核子的废料是出来都是什么低阶的、中阶跟低阶的那种高阶的核废料，现在都在核电厂里面，都放在水池里面。OK 好，然后呢，大概放多少年？大概放个40-50年，因为依照半衰期，到40-50年之后，它的 decay 已经 decay 到几千分之一了，但是还是很高，你还是不能拿。但是那个时候处理就比较好处理。所以如果核四真的不见，我们不是讲说核1、核2、核3要延役吗？那核1、核2、核3延役的话，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安全性，当然这个安全性考量嘛。毕竟这个已经是40几年、快50年的电厂了，那你到底安全性怎么样？你这个第二个考虑是说什么？到底还有没有那么多水池可以放？以前那个已经放几根，已经放满了，已经做过一次扩建，已经允许多放几根了。现在好像如果核一要延役的话，这个核子燃料棒那个放的地方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它一定要再跟什么新北市政府再提出来，除非新北市政府同意今天他们扩建里面的，或是扩建就是说改建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些深水池里面的放置那个核能燃料棒的地方就增多了，不然的话你产生的核能燃料棒放哪边？啊，那你核四就把它拿去，你不可能，那个东西是不太可能把它拿出来外面，因为那个时候是高辐射，你就觉得不可能，你应该在厂区里面把它给处理掉。
好，就算说这是第一个问题，就算是不太可能。第二个，你把它放到核四区，那干脆就核四自己来发就好了，干嘛还用核一弄完了弄到核四去放，对不对？所以核一、核二、核三如果要延役的话，基本上配套就是什么样？这个深水池里面当然深水池里面你说放那么多会有问题，但是不是还有一个核能专家讲说，放那么多里面会产生更多的核子反应，那边搞不好就会爆炸吗？也有人这样讲啊。当然是，他是那种跟我一样这种半套子的核能专家讲这种话，像我这种话我就不敢讲，因为什么？我们不是很懂，所以我现在讲的话都是我看过资料确定资料来源无误了，我才讲啊。一些什么臆测的东西我就不太敢讲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一招，你要先把这些东西放里面。所以呢，核电厂里面经过几十年的那个里面有太多核燃料棒在里面了，然后经过几十年之后的话，就什么？就固态封存。固态封存也是跟这个一样，层层的保护，你知道吗？那里面你看多少层啊？就里面那个用过的废燃料棒放在里面多少层，变成一根一根的什么样？一根一根的水泥柱，就是这样子到时候以氯搬运再讲一次。一定要经过几十年之后，没有人马上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好是辐射性很强的时候，就要经过几十年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所以说这边讲说，你看这个是它辐射强度啊。所以说如果经过就是30年、40年，基本上我们知道半衰期的原理嘛，前面的 decay 得很快，后面的话就 decay 得很慢。所以说为什么说要几万年基本上才能把那个辐射的那个强度降低到我们可以放心的那种。所以，但是呢，也就是利用这样子，大概40-50年之后，它的强度大概已经到原来的几千分之一了。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把它用这个时机来做处理，这样子现在的永久处理方式就是这样子，这是已经在做。当然，这个地方也出现一些问题了。这个是美国大概10-20年前做的，现在也出现问题。现在当地的居民也是在抗议这样子，因为以前都不知道。这是在什么？在内华达州，这个大家比较知道吧？拉斯维加斯，我常常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旁边就有。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旁边就有一个核废料处理厂那个叫做什么？叫 Yucca Mountain。这里面呢，就挖山洞啊。你找一个特殊的地质条件的不会有太多的那个，就本身第一个当然居民不能很多，对不对？51区好像也在这附近嘛，对不对？是51区嘛，对不对？对，也在这附近嘛，就是那个地方，好像就是很奇怪的地方。你就挖了很深的山洞挖进去里面，然后就把刚才看到那个什么一根一根的水泥柱外表看起来水泥柱就放在里面了。挖多深就看看你自己要求多那个。去年跟前年，不知道去年还是前年，有个芬兰吗？芬兰他们也在发展一个类似这样的，因为芬兰那个国家有很多那种岩洞嘛，他们好像找了一个天然的岩洞。然后呢，所以说还是要做施工，但是那严重就是施工就比较少，好像是地下好像是延伸10公里，不是说地下10公里啦，是延伸了10公里进去里面，但是到底离地下多高，这个数据我就没看到。延伸了10公里进去，延伸10公里进去，大概不会没事，大概没有人会去吧。对不对？然后就把它放在里面。所以芬兰的做法是现在要做那个，不过那个东西还没有完工，他们是希望以后可以测试。那所以说不是就很多就是说，你就把它放到一些什么荒郊野外没有人的地方去嘛，对不对？但是这样讲好像有点不负责任你把后来想想说，你把人家的那个什么，你们家的那个垃圾给他买，就挖个洞就给他买一下，就这样有负责任。当然，垃圾它分解很快。基本上大概几十年就分解了，对不对不然的话，你说你还不是一样东西给人家挖个洞挖个地就把它埋在里面也埋藏，对不对？好，那现在也是一样那个什么二氧化碳封存了，我现在想要做二氧化碳封存也是一样我就把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因为讲说不要在空中里面去温室效应，那我就把它收集起来打到地底下去也不是一样，都是眼不见为净嘛。所以有时候这个。我觉得我还是要觉得要节能就不要让它产生是最好的但是不要让它产生，要怎么不影响生活环境下让它不要产生呢？我们就要思考，对不对？所以这是现在基本上那个什么样的一些具体做法，就是把它经过湿处理，然后干处理，然后就把它藏在里面。台湾呢，现在是什么样？现在还在这个阶段嘛，对不对？台湾有做这种东西是什么样？比较中低阶的，就把它用这样子。中低阶的还是要这样处理你那个不是说中低阶就直接就把它包一包就放，中低阶还是要做这样处理，只是处理或许没有这么的严谨这样。